嗨，这集我们要来探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观看影片前，可以先使用你的信念，显化你的手指，按下荧幕前赞的图示。这一集为什么我们要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呢？主要是我们看了一部卡通，叫做《灵魂急转弯》。这部卡通，很好看。那这部卡通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卡通本身其实是没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一下就会继续告诉大家。但是生命的意义，这是每个人生下来之后，然后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国文课本啊、书本里面会记载说，蒋中正、蒋介石先生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你有听过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在上课。我或许你这个年代也没有这句话，可能是那这个话文绉绉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只是在说明说，宇宙继起之生命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繁衍，就是生命的繁衍。生命的繁衍好像也太文绉绉了，说穿了就是繁殖。繁殖，这样听起来就简单多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生命就是延续下一个生命，就是繁殖，就这么简单。那其实不止人类如此嘛，动物也是都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繁殖。但是一直不断繁殖，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嘛？好像也不具备什么意义。就是一直不断的繁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听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一直不断的繁殖，就这样而已。如果这样就是生命的意义的话，那生命也太没意义了。对，太没意义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生命的意义。在这个卡通里面，它整个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但是它很快就带出了一个主题，就是生命是有终点的。生命有终点，也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很快的来到了一个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不管你生前有什么样的作为目的，很快的它都会烟消云散，完全归零。完全归零啊！比如说这样子好了，我追求我的生命要赚到，又来了，又是5亿。我的生命要赚到5亿的财富，那我才能达到我生命的这个目标。那但是如果我赚到了5亿，我遇到了生命的终点的时候，结果我1块钱都带不走，所以这个整个生命的目的就变成是空的。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设定一些目标，努力的去达成呢？所以这个很多的目标就变成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就是人生其实是不需要有很大的目标的。在这个卡通里面，它诠释得很好，他已经到了这个亡灵的世界了，但是他有一个机会回到他的身体去继续度过他的人生。但是在他继续度过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机会能够达成他的目标，结果他就达成了他的目标了。达成目标之后，他反过来看，就这样，难道就这样吗？就这样，他发现他人生一辈子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其实毫无意义，所以他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其实人生的意义并不在那个目标上面，目标并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以为的人生意义都不是真正的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所有我们用思考去想出来的意义上面。既然不在我们所想的这些意义上面，人生的意义就有可能在不是我们用思考去想去计划的这些目标上面。而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毫无意义。这样听起来很怪啊，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毫无意义，因为你把人生设定为毫无意义之后，你才会真正的落实来生活。这也是这个卡通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真理。到时候如果各位有看过，或者之后去看，你就会明白了。真正的意义并不在我们去计划、去思考出来的人生目标上，
它是在于人生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意义，因为你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你就会整天朝着你的人生目标去迈进，然后你思想上你会去思考这个目标，行为上你会朝着目标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你就会把你的时间每天每分每秒很多的时间你会用在这个目的上面。当你用在这个目的上面，你就浪费了生命。生命本身才是它的意义，而不是生命具有什么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本身。那么你如果去思考你要如何达成目标啊，然后你并且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了头脑的世界去运作你的生命。这时候你就把原本的生命给浪费了。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跟各位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你在思考你要如何升大学，那你就整天想着那我要努力的读书。当你去努力的读书的时候，这时候有一阵很温暖的风吹过，你不知道，然后眼前有一只漂亮的小鸟飞过，你不知道，你正在阅读，你正在读书，你拼命的苦读，10年寒窗，你一定要考到理想中的大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是埋头苦读的，而把你周遭生命展现出来的一切细节全部忽略？那个当下那一分那一秒，其实有好多的生命细节呈现出来，而你却完全忽略了它。那看影片也算没有活在当下吗？因为你只看影片啊，周遭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埋进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整个生命的细节。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跳出这个状态。那如何才能跳出这个状态，让我们又看影片又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细节呢？这时候就要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观察者的角度。如何产生观察者的角度，就要安住在觉察。因为我们太靠近现象，所以以至于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现象，而忽略掉其他所有的生命细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往后退，退到一个可以观察到生命细节，而且又能够看到我们想要注视的那个对象，这样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那像我们坐在荧幕前拍影片，让全世界都可以接收这些智慧讯息，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我们做着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去告诉大家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但是毫无意义，这样是不是觉得人生就很乏味？觉得好像人生顿时失去了重心。其实人生不需要有一个意义把它框住，你一旦框住了一个意义，你就会忽略掉整个生命的存在。所以只要单纯的存在着就好。那没意义还是可以按个赞。那没意义为什么还要按赞？没意义按赞，就是为了在当下体验按赞的乐趣啊，对不对？体验当下按赞的乐趣。那我们是体验当下告诉大家要按赞的乐趣。没错，就是这样子，所有都是在体验当下的乐趣。这个好像就是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所以生命整个都没有意义，真正的意义是存在于体验当下的乐趣。那刚刚我们有讲到，你如果能够站在觉察的位置，你就能够去感受到，除了你眼睛看的那个目标之外，以及其他所有细致的现象，你都能感受得到。这时候你就会其实是很有乐趣的，而不是很像呆若木鸡这样这样就看着一切发生。我们总以为观察者是一个很没有乐趣的事情，其实观察者才是一个最有乐趣的事情，因为你同时可以体验好多的现象。你刚刚说的那是走显化成为超级玩家的路线，还是登出开悟的路线？因为观察者不是站在觉察吗？那不是说如果你要登出，你要保持观察者，那怎么又会去玩现象？什么这时候正好玩啊，很有乐趣啊？那不是要越没有乐趣、没有意义，才能登出开悟吗？不然你又在那边玩现象、玩故事，你就是在显化啊。所以你说的是显化还是登出？显化跟登出都会来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站在觉察的位置。站在觉察的位置，这个点是共同的，就是不管你要显化还是要登出，你都要站在觉察这个点。
站在这个觉察的点，它的分别在哪里？如果你要登出，你就去觉察那个觉察的本身，那就是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那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就不管现象发生什么，现象跑得再厉害都不管它。但是如果你要显化的话，你安住在这个觉察，你就可以去享受现象给你带来的一切，并且去享受的那个频率，去显化下一次现象的出现，就是这样。其实，在这个卡通当中，它也是讲出了生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而真正的意义是在于每一刻我们体验到生命的那个现象的时候所产生的感受，那个感受称之为火花。所以各位去看这个卡通就会明白火花是什么。但是我们说的更深入的是，我们除了体验单一个火花之外，我们因为站在觉察的位置，站在观察者的位置，我们同时可以体验到好多的现象所给你带来的不同感受，这是更多细节在里面，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刚刚一直在做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吗？没意义啊。没意义，真的是没意义。原来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做这个动作的意义就是要让你知道做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哦，原来是这样，终于明白了。看到这个动作顿悟了，原来一切都没有意义。你问巧巧，巧巧，你从头到尾一直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意义是你赋予的。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说，巧巧，你是不是脖子痒，你才一直做这个动作？其实相信各位还没留言的时候，已经每个人都赋予这个现象某一种意义，就是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有的人觉得巧巧脖子痒，有的人觉得巧巧头发弄到脖子，想说要把它甩开。应该大家都会有这种不同的解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现象它本身其实不具有意义，但是我们偏偏自己就会一直赋予它意义，就会变成这样。拍完了。拍完了。就这样。就这样啊。没了。没了。所以其实我们拍了这么多影片，都是没有意义的。原来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去做，没有意义的去达成，一切都是在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但是没有意义，我们还是会继续拍影片。继续拍影片。大家要记得分享这部影片呢，给全世界知道，让正法普及全世界。让没有意义的正法普及全世界。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来跳舞吧。好，跳舞吧。